我的家族掌握华夏最大的企业，家人个个都是商界奇才，而我却是咸鱼一条，只想躺平摆烂。不仅刚投资1000万的公司即将破产，还不怒反笑，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我有意为之。我爸林峰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有4个儿子，告诉我们每家公司的起步资金1000万，2年的时间，哪家公司最后的市值高，谁就能够获得林氏集团51%的控股权，成为最大的股东。而我在不到短1年的时间里，账上的流动资金就已经快见底了。我翘着2郎腿，呆呆地看着窗外，我就是一条咸鱼，实在是没有什么强烈的好胜心。林峰制定的规则就是：第1名获得51%的股权，第2名20%，第3名15%，第4名10%，剩下的将会成立慈善基金会用于做慈善。按照林氏家族目前的市值来讲，就算是第4名拿到公司10%的股权，也能够获得6个亿的身价。6个亿啊，这辈子胡吃海喝都用不完，还那么拼命干什么？我笑了笑，掏出了手机，就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摩尔科技公司目前账面上流动资金仅剩100万，明天发完员工工资过后就只剩下30万，达到申请破产的要求。所以我在此宣布，此次竞选我认输，我获得第4名。哥哥弟弟们继续加油！2条信息发送出去，我笑开了花。我从来就不喜欢开公司，也不喜欢管理人，我的志向是山河湖泊，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个能赚钱的爹，自己为啥还要奋斗？好好躺着就行。家族群从我发出了这条消息以后就炸开了锅。林毅老二，你公司破产了。林俊二哥666，我都快市值翻倍了，难道我赚的都是你公司的钱？林杰二哥，我给你82分，剩下的以666的形式给你，不一次给是怕你骄傲。我看着自己哥哥弟弟的发言，也懒得搭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拿起一看，果然是自己的母亲张玉。喂，妈，老娘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这么窝囊？人家老3都快翻倍了，你怎么就要宣告破产了？妈，不说了，公司有点事，等我破产了回家再跟你说，到时候给你报个老年芭蕾舞班，让你天天跟帅老头一起跳舞多好。啪的一声，我挂断了电话。丁，恭喜宿主获得命运骰子，说明书已经刻在脑海里，使用前请注意查阅。我还没回过神来，办公桌上就已经出现了一枚通体气飞，每一面上的点数都是红色。细细看来，整个骰子有一种特殊的吸引人的魅力。就在我准备拿起骰子仔细欣赏一番的时候，手里群聊的提示音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看，好家伙，林峰将你踢出群聊，我有点难受。好家伙，自己这还没有彻底破产啊，怎么老头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将自己给踢了出去？我往上翻看了一眼聊天记录，好家伙，老头发飙了，说好的10%的股份也没了。第4名最后的奖励竟然是1年1000万的生活费，这下被彻底打击到的我有些烦躁。我拿起手机一看，是自己的妈妈。喂，妈儿啊，你这完了呀！林峰发火了，你这个公司马上他就会派人过来接手，同时还会停掉你手里所有的信用卡，冻结你所有的资源，我都让你好好搞，别这么任性了。这下好了吧？这下你啥都没了。张韵有些焦急地说着，我不是还有1年1000万的生活费吗？还能够维持生活吧？傻呀，你说的是等你们4个结束了笔试以后才会有，现在你们笔试的期限才1年不到，距离给你生活费的日子还有1整年。说到这，张韵叹了口气，你爸给我也下了命令，在家族群里也下了命令，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给你转钱或者给你提供帮助。你啊，这次算是把你爸弄生气了，你赶紧收拾收拾，找个厂上班去吧。说完，张韵挂断了电话。找个厂上班？开什么玩笑？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生气就生气吧，谁还没几个朋友呢？我放下了手机，拿起了办公桌上的骰子，闭上眼睛，在脑海里看起了说明书。命运骰子转动一次会得到一个有关于未来的消息，好坏自行判断。能够得到未来的消息，那自己不是就可以起飞了？有句话说得好，站在风口上，猪都能上天，更何况还是提前拿到消息。那想赚钱简直是太容易了。想到这，我举起了命运骰子，丢在了桌子上。骰子散发着微微的光芒，终于在1分钟之后停止了转动。我伸长了脖子一看，4点。4天后，美丽国股市熔断，导致原油期货价格崩盘，55美元左右做空，原油期货将会跌到-37。看着眼前命运骰子投影出来的这2句话，随后又很快的消失不见，我陷入了深思。可是现在我公司的账上只有100来万了，而且马上要给员工发工资了，这该怎么办？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3弟，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这个家里，我跟林俊的关系还是十分不错的。我拨通了3弟林俊的电话，二哥，怎么想起来跟我打电话了？借钱？二哥你要多少？听到这我笑了，我就知道自己的3弟肯定会给自己借钱的，那个也不多，500万就够了。等比赛结束，爸给我生活费了，我就还给你。什么玩意？500万？二哥，你以为你还是林家少爷呢？你都被赶出门了，别说500万了，你现在找我借5万，我都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个本事还得起。这样吧，毕竟咱们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给你转个1万吧，也算是念在咱们兄弟之情了。我听完刚想发火，结果电话就被挂断了。随后微信滴滴的收到了消息，点开一看，果然林俊给自己转了1万过来，还附带了一个微笑笑脸。我脸色变得铁青，十分的难看。这1万块不就是相当于羞辱自己吗？但是现在自己身上只有几十块了，因为我平时并没有什么存钱的习惯。收，必须收。古有韩信受胯下之辱，最后成了将军。经由我拿到1万，最后逆风翻盘，我接收了转账，也回了一个微笑的笑脸过去。谢谢3弟。很快林俊也回了一句不用谢，这1万块指定不够。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是白雪的电话。白雪是一个平面模特，是我的女朋友，只不过跟我在一起之后就没有工作了，吃吃喝喝都是我的。也不知道她知道自己这已经算破产了以后会怎么样。喂，老公，昨天说好给我买个古驰的包包呢，我今天套装到了。电话那头传来了白雪略带诱惑的声音。一听这声音，我立刻就坐直了。虽然说我们俩已经在一起很久了，但是我丝毫没有厌倦感，毕竟白雪每次都会换着花样玩，这让我有一种别样的感受，那就是夜夜当新郎。但是我激动过后突然回想起来，自己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林家少爷了。这个宝贝，你待会儿过来接我吧，今天公司的车有用，包包的话过几天再说，这2天手头紧。我支支吾吾的说着，电话那头最初兴奋的声音已经消失不见。我知道白雪多少有些生气了，行吧，那套装我就不拆了，改日吧。说完，白雪就挂断了电话。我并没有当回事，而是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着云城的风景，简单的打包好了自己的东西。我走出了办公室，楼下我给白雪买的那辆白色的奔驰正霸气的停在公司的大门口。你这……白雪十分疑惑的看着正抱着打包盒的我，有些诧异。回家再说。我拉开车门，坐上了后座，闭上
上眼睛开始休息了起来，一路无话。回到家，打包盒直接往地上一丢，我就瘫倒在了沙发上。你这到底什么情况？白雪心里隐隐感觉有些不对，今天的我对她的黑丝竟然都没有任何的反应。以前她穿着短裙黑丝我都要耍流氓，今天啥都没干，也不说话，我破产了。我闭着眼睛轻声的说道：啊，你不会是逗我玩的吧？白雪有些急促的来到我的身边，使劲的抓着我的双手问道：真的？白雪没有接话。首先她还不确定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她要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以后才会做出选择。两人没有说话，各自在沙发上玩着手机。操，你给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你怎么穷的连1万块钱都要找你弟弟借了？白雪刷着微博，突然就看到了热搜榜，好像就是关于我接过手机一看，林氏集团家产争斗最新消息，林家老二林不言提前出局。号外，林氏集团二公子被踢出家族，大家猜林氏的财产争夺战最后花落谁家？好家伙，全是这种帖子。最重要的是，我跟林俊的聊天记录都被贴了出来，那1万块的转账以及自己的那一句谢谢着实有些刺眼。我摇了摇头，自己的这个3弟心机还真是重了。难道家产真的就比兄弟的情谊重要吗？你真没用啊！本来还以为跟着你能够吃香的喝辣的，现在你都穷的1万块钱都要找你弟弟借，你真没出息。这几年我跟着你，大好的青春都浪费了，我真的瞎了眼了。当初怎么偏偏就看上你这么个垃圾？白雪十分的生气，毕竟人总是现实的，直接说重点。白雪听到这话笑了，重点那就是分手，分手懂不懂？分手就分手嘛，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玩意？收拾东西再去找个地方住，毕竟这房子是我的。我闭上了眼睛，都懒得再看白雪一眼。为什么要我走？这当初不是说给我买的房子吗？活该你没出息，这么小气的男的，谁跟你谁倒霉。白雪气急败坏的回到房间，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卧室噼里啪啦的声音没有断过，只是我都懒得进去。很快白雪推着2个大大的行李箱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件蕾丝的什么玩意，直接甩在了我的脸上。妈的，亏了老娘还想着花样伺候你，这下好了，自己玩去吧。说完，白雪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喂，亲爱的，你到了？行，我马上下来。真是会气死了。白雪挂断电话，狠狠地白了我一眼就离开了。我打开了手机的大学同学群，看着这一条一条的消息，我心都凉了。不过让我值得庆幸的是，自己一个宿舍的哥们还在尽力的在群里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我笑了笑，打开了自己宿舍的群。兄弟们，我真的破产了，不用在班级群里跟那些势利小人在争辩什么，没有用。李四真的破产了，没有开玩笑吧？那你现在怎么办？邓宇就是啊，你有地方去没有？没有地方去的话，来我公司吧，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包吃住，每个月省着点还能够剩点钱。我会心一笑。大学4年，宿舍4个人，3个人的关系特别好，还剩下一位张立维。张立维这个人家里比较穷，而我们读的又是民办的大学，学费生活费贵的离谱，所以平时的时候，张立维一有空就会出去做兼职贴补自己，所以在宿舍的时间并不多。有一次我刚好带着妹子去餐厅吃饭，发现张立维就在餐厅里做着服务员，这才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后来每次买饭或者买衣服的时候，我都会多买一份，说是手都点错了。张立维大学4年的衣服什么的都是我买的，有地方去。最近手里有个项目，哥们需要资金，我现在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微信给你转过去吧，你看一下，先把这段日子度过去再说，到时候好起来了，再狠狠地打他们这帮势利小人的脸。我也给你转了，别嫌少，兄弟只有这么多了。看到李四邓宇的消息，我眼睛酸酸的。我看到聊天框，邓宇李四都显示有转账未接收，我打开一看，一个6万，一个4万。就在我刚想回头感谢他俩的时候，张立维发过来的一段语音，我点开一听，对面特别吵，但是大意就是晚点会打电话。刚听完语音，一笔转账也过来了，我一看，好家伙，90万，这是兄弟能用的所有的资金了，得亏毕业创业赚了点钱，不然现在只能看着你干着急。不要怕，兄弟们都在你的身后。我此刻再也没能忍住，眼泪一滴一滴的滴落在了手机的屏幕上。我将所有的转账都收下。男人嘛，有些时候感情到了是不需要太多言语的。刚好100万，加上自己手里这1万块，一共才101万，这点钱做空原油远远不够。既然命运头子说美丽国的股票会熔断，那么必定是一波大行情。这点钱我算了一下，赚不到多少。这间房子拿去抵押肯定是不行，如果直接拿去卖的话，算上折旧的话，我估摸着当初小1000万拿下，现在最多可能就卖个600万左右，一共700万，还是不太够。在山的那边还得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我拿起手机一看，竟然是柳如烟。柳如烟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个小富婆，我那会算是班草，为人仗义又大方，所以柳如烟多少对我有些意思。只不过当时我跟个木头似的，并没有理解，反而被白雪抢了先机给拿下。喂，如烟，需要多少钱？给我哥数给个卡号。柳如烟一如既往的冰冷声音让我有些震惊，这就是霸道总裁的饭吗？啊，你这发财了，别废话了，我家是干嘛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了，我前天才回到云城，有时间咱俩见个面吃个饭吗？你把卡号发过来吧。好，我此刻就是想多凑点钱，一次玩个大的。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不用说这一波我要发大财。如果是小的，这些钱也不算多，到时候等我们争夺家产结束了以后，自己有了生活费，还给他们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迅速的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发给了柳如烟，很快一条来自银行的短信让我有些吃惊，你的卡号尾数8888，于刚才收到一笔600万的转账，实时余额600万零48元。600万，我瞪大了眼睛，这样算下来一共有700万了，加上房子能卖个600万左右，那就是1300万，这还是不够。我拨通了张韵的电话，电话响了好一会才被接通。你个败家子，要干嘛？要钱没有？张韵一句话直接堵死了我的后路。你是我妈呀，我要是过得不好，你难道还能够过得很好吗？我现在有个好项目，赶紧有多少钱借多少钱，到时候我亏得慌，林家每年的生活费大不了我全部都给你，就这2天，我急着用。电话那头没有回应，很显然张韵正在思考。卡号，简单的2个字说完，张韵便挂断了电话。我发完过后没多久，一笔600万的收款到账，过了一会，一笔700万的收款到账，这是你妈的全部身家了，千万别让你爸知道，不然我也惨了。张韵发来了一条短信，我回了个 OK。
一共2600万。我并不是没有接触过国际期货，只不过以前亏的不少，后来就没有玩了。我记得自己的账户还可以用杠杆融资，如果真的跟命运投资说的那般，到时候直接50倍杠杆融资整起来，那么自己一共就有13个亿。我靠，如果自己在55左右全仓做空，那么等石油跌到1桶1刀的时候清仓。我连忙拿出计算器，好家伙，11亿6000万，这次还不起飞啊！我立马联系了中介，2天内让他们卖掉自己的这套房子，同时也找到了证券公司的经理，谈杠杆融资的事情，一切准备就绪。我心满意足的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伸了个懒腰，我从床上弹了起来，洗漱好了以后，我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找了个阿姨过来收拾房屋的卫生以及帮自己整理行李。来到了中介公司，一番商量后，最终以700万的价格出售。事情办完了，我也没过多地停留就离开了。现在手里一共可以支配的资金一共有2700万，自己留出来100万备用。我打了个车，直接来到了云城最大的证券公司，来到了 VIP 室商量了很久，2个半小时后才商讨完，事情都办得挺顺利的。刚刚到午饭的时间点，我的手里还留有100万的资金，所以不用过得那么节俭。我突然又想起来了柳如烟，鬼使神差的拨通了她的电话，喂，出来吃饭了。柳如烟听到我的邀请有些愣神，报位置，等我过去。我想了想，给柳如烟发了一家云城最好的一家西餐厅。柳如烟毕竟给自己赚了那么多的钱，所以也不能够太寒酸。从出租车上下车，门童就上前迎接了起来。只不过我一瞥就看到了停车场，一辆十分眼熟的白色玛莎拉蒂停在那里，真是冤家路窄呀。不过碰到了又如何？反正再过几天等自己一战成名以后，谁会后悔还不知道呢。想着我就走进了餐厅，所以我一进门，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拿着刀叉吃着牛排的白雪和一个胖胖背影的男人。不用说，这个肯定就是张飞龙了。我冷哼一声，跟着服务员走到了预定的餐位。很不巧，预定的餐位就在白雪他们的隔壁。服务员，麻烦给我换一个位置。我闻到某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有些隔音，吃不下去饭。听到这话的白雪还有张飞龙同时抬起了头，看着隔壁的我，两人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刀叉，脸上乐得不行。白雪嘲讽道：“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林氏集团大名鼎鼎的破产少爷，怎么少爷借到吃饭的钱了？你知不知道这里吃顿饭1万块钱可不够的？”就在这时，一身白裙的柳如烟来：“这位妹妹，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没看到今天刚出的新闻吗？人家就算啥都不干，林氏集团每年给她的生活都有1000万呢。”柳如烟一袭白色长裙，将她婀娜多姿的身材衬托得刚刚好。她缓缓来到了我的身边，挽住了我的手臂，微微带着笑。而一旁的服务员早就已经看呆了，这可是他们餐厅的女老板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高高在上的那种冷面女神，从来就没看到过她跟任何一个异性如此亲近。柳总好，服务员有些结巴的打起了招呼。柳如烟挥了挥手，把最好的红酒拿1瓶过来，其他的你看着安排。好的，服务员答应了过后便快速的离开了。因为此处氛围不对，他不傻能够感受到张飞龙的脸上此刻有些挂不住。他虽然也是自己创业，但是公司的规模不大，一年最好的时候也才100万利润而已，而柳如烟这种他比不起。白雪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心里有些难受。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已经破产了的少爷还能够有如此的魅力，能够让眼前的美女为他站台。哟，原来咱们的林少爷破产完了以后还是如此的有魅力啊！以前可以霍霍家里的，现在还有人包养。说到这，白雪咧着嘴笑了起来，一脸的不屑。我包养他？柳如烟捂着嘴，有句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知道吗？林老爷子已经说了，一年给他1000万的生活费，1000万哎，你多少年能赚到啊？我回头瞅了眼柳如烟，一脸的赞赏。哎呀，如烟，你别说了，1000万算什么呀？人家张总一年就能赚几百万，跟人家比，咱们不是自取其辱吗？我阴阳怪气的说着，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别影响了心情。什么？你一年还有1000万的生活费？你为什么早点不说？还要把我的房子卖了？白雪心里有些后悔了。她看那些新闻里面都说我已经被踢出了林家，谁知道每年的生活费都有这么大一笔。我没有搭理她，而她身旁的张飞龙此刻早已低下了自己的头颅。服务员送来了1瓶红酒，身后跟着一小队的服务员陆续上的菜，而白雪比他们早来很久，但是菜都没有上齐全。你们这是什么店？我们先来的菜都没有上全，他们后来的上了这么多，看不起人是不是？柳如烟挥了挥手，下去吧，今天这桌我买单，给他们加点菜，让他们吃饱。下次告诉门童，再看见这个女人，不让她进来，不做她的生意。说到这，柳如烟轻抿了一口82年的红酒，因为她影响了我的心情。说是这样说，白雪还想继续开炮，只是一旁的张飞龙再也丢不起这个人了，赶紧拉着他就离开了餐厅。柳如烟她的身家都几个亿了，你跟他闹，你闹得过他吗？人家柳氏资本市值多少，你有点数没？这家店就是他家里的。白雪瞪大了眼睛。两人离开了以后，餐厅清静多了，就连空气的味道都变了，变得多少有些暧昧。两人也有些日子没有见过面，一时之间竟然都没有什么话题。那个，你能告诉我你要钱干什么吗？为什么刚才那个白雪说你把房子都卖了？那你现在住哪里？终于还是柳如烟忍不住了，打破了这该死的沉默。我拿起纸巾擦了擦嘴，我准备过几天做空国际原油，目前筹了2000多万吧。说到这，我嘿嘿一笑，如果成功了，你就喊我林老板；如果失败了嘛，那你就喊我小林。只不过你转给我的那钱，我只能慢慢还给你了。你看，要不这样，我以身相许怎么样？我开着玩笑。柳如烟听完我说的，内心突然有一瞬间希望我这次做空原油失败，那样的话以身相许，柳如烟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什么呢？柳如烟涨红了脸，谁要你以身相许了？只不过你弄这么多钱去做空原油，你不怕亏吗？期货这玩意，柳如烟多少还是知道一些，不过大部分的商家都是为了套保去开，但是我这种又没有实物，方向错误了以后就只能够爆仓离场。我笑了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怕啥呢？我的直觉挺准的，我想试一次，大不了亏了以后找个厂打螺丝去慢慢还钱。说到这，我叹了口气，我是真的不想跟我几个兄弟争家产。说实话，我原先觉得6个亿完全够我跟我妈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我不明白有什么好争的。柳如烟来到了我的身边坐下，我相信大胆去做吧，亏了就亏了，老娘养着你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然阿姨我也可以一起接过来养，以后孩子随你姓。说到这，柳如烟脸色通红，大学那么好的机会，你竟然被人家抢走了，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勇敢一次。还没说完，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柳如烟的嘴，谢谢，但是不该你主动，等着吧，等我过完了这几天，到时候我向你表白。两人就这么静静的依偎着，柳如烟多想时间就定格在这一刻呀，如果
可以的话，他想永远都这样下去。由于房子已经卖掉了，行李啥的也收拾好了，我来到云城最好的酒店包了1个月的套房，距离命运头子给出的日期只有不到几个小时。我准备好了电脑，准备好了一大堆吃的喝的，准备就在房间里待上，一直等到这波行情结束。到了命运头子说的日期，国际原油开盘过后，价格一直都在56到1桶左右波动，一个小下跌，突破了56，来到了55。我此刻看准了机会，全仓梭哈做空，2600万加上50倍的杠杆，账户里一共13个亿的资金。如果这波原油的价格跌到负数，那么我这波直接起飞，就算不跌到负数，跌到1美元，我也能够赚麻了。果然，美利国的股市也开了，磨磨唧唧一会儿，蹭的一下就开始了下跌，下跌的速度老快了，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我不贪心，虽然会跌到负数，但是真的这样结算可能也会出现麻烦。我想了想，将自己的止盈位置设置到了1刀。好家伙，美利国股市开盘过后，磨磨唧唧一会儿，直接下杀，丝毫不带回调的。我这时候赶紧切换到了自己原油的持仓界面。我靠，太猛了吧！55.9的开仓价，此刻原油竟然跌倒了40多，账面上浮盈都有老长一串数字。我笑嘻嘻的，看来命运头子真的没有骗我呀。果然，下杀并没有结束，美利国的股市直接熔断，而国际原油的价格更加的离谱，向下急速下跌。我的持仓量虽然不小，但是国际原油期货的盘子挺大，这点资金能吃尽。我靠，美利国的股市竟然熔断了！我刚刚出去倒杯水的功夫，回来一看，却发现了如此美丽的风景，舒服啊！这下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我拿起手机一看，是自己的证券经理。喂，林总不对，林老板，你快看你账户快！程经理有些急促的说着，今天这黑天鹅般的行情真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凡只要是今天国际原油做多的老铁，今天通通得赔钱。但是林不言这波直接起飞，林不言一听这话，直接挂断了电话，打开了自己的账户一看，我靠，好家伙，系统已经自动平仓。林不言一查，账户现在一共有差不多25亿华夏币，这一波去除掉自己的本金13个亿，也就是说达到了自己的预期，一波赚到了11亿6千万左右。丁，命运投资收费点评系统开启计算，本次共投入13亿本金，应收取4个点的手续费共5200万，请宿主在4天之内将这5200万用作慈善，方式不限，否则命运投资会自动没收宿主的资产。林不言这下从震惊中冷静了下来，自己一共2300万的本金，加上系统这4个点的手续费，一共不到1个亿，再加上证券公司的手续费，这波应该稳稳盈利10个亿左右。奈斯啊兄弟！林不言拿出了命运投资，喜笑颜开。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林不言拿起了电话，一看是柳如烟，看来今天这行情他也在关注。喂，我的天，这波你赚了多少啊？你这次太厉害了吧，这波应该割了不少国外的资金。柳如烟有些兴奋，这一波如果真的如林不言所说的话，绝对没少赚，这波除去本金还有些手续，一共差不多10个亿左右吧。说到这，林不言的声音也略显兴奋，我准备拿出来5200万对国内的一个贫困地区进行援助，同时也会拿出来1个亿成立不言慈善基金会，专门帮助山区家庭困难的孩子读书这些。柳如烟一听林不言赚了这么多，惊讶的长大了嘴巴，久久没有回话。最让他高兴的是，林不言赚到了钱，竟然还有一颗慈爱的心，会一次性拿出来这么多做慈善，这简直完美。好啊，不错，如烟，你有认识厉害一些学金融的朋友没？我想找一个过来帮我管理我的慈善基金会。柳如烟思考了会，行，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就给你介绍一个。我的闺蜜这段时间刚从国外最好的大学金融系毕业，能力十分强劲。好，那辛苦你了。我现在要选择一个贫困地区进行援助。柳如烟挂断了电话，毕竟林不言能够赚这么多，也有着自己的思考。那么接下来他应该也会很忙的。林不言打开了华夏国的地图，5000多万，看着是挺多，但是真正的要用在一个地区的话，也不算多。林不言思索了半天，既然自己有命运投资能够提前给自己透露消息，那么这种机会以后肯定也会有很多。既然这样，那就不用急，那就先建设云城吧。云城是华夏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虽然说发展还不错，但是下面的县也有着贫困县。林不言网上查看了一会儿，选定了灵山县这个贫困县，面积大，人口多，但是山地很多，限制了发展。林不言查到了灵山县的官方电话，将自己要给灵山县捐款的事情提前宣布，对方当然十分的兴奋，两人相约好了时间，十分的热情。林不言将证券公司的资金、自己手续费通通都归还，同时也给程经理包了一个5万块的红包。他没有赚太多，因为他知道这一单他的提成也十分的多。接下来他给他的3个室友分别转账，都是双倍的还了回去。至于说柳如烟，因为没有他的银行卡号，所以林不言暂时就没有急着归还，毕竟两人以后还要常打交道，这点钱不算什么。林不言思考了一会，拿出手机给林俊转过去了10万。谢谢老弟，你二哥这波原油期货做空的收益，可能是你来公司利润的几10倍哦。说完，林不言将自己的资产截图发给了他，然后立马拉黑删除掉。毕竟兄弟情谊都不看重的人，他也没必要当回事。事情规划好了以后，林不言躺在了床上看起了天花板，自己这是走了狗屎运了吗？莫名其妙的就获得了一个大宝贝。虽然说自己把公司经营破产了，但是自己这一波神来之手，相信也能够载入史册了。林不言将自己的手机关机，他也懒得去想林俊知道自己赚了这么多钱以后会是什么脸色。至于说他的那3个室友，估计也会震惊到不行，躺着躺着就睡着了。毕竟盯盘整个人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实在是太累了。恭喜宿主入选万亿富豪计划，希望宿主能够将意外之财用在正途，去帮助去改变穷苦困难的人们。梦里这2句一直回荡着，这也成为了林不言日后成为华夏国最大的慈善家的座右铭。单城第一科技公司，林俊黑着脸看着自己二哥转过来的10万块，还有资产截图，他刚想嘲讽一下真实性，却发现只剩下了红色的感叹号。好家伙，这是把我拉黑了。林俊咬着牙，自己经营了公司接近1年，利润不过才接近1000万，这应该还是他们兄弟4人里经营的最好的一家。林俊掏出了手机，拨通给了自己的大哥。喂，大哥，林不言做空国际原油期货赚了11个亿，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林俊开门见山的说道。什么玩意？就他那脑子能玩得懂吗？且不说玩不玩得懂，他哪里来的钱？
林一悠闲地说着，并没有将林不言当回事，毕竟一条丧家之犬罢了。可是大哥，我看到他的资产截图了，而且还把我拉黑了，你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试一下？林俊有些担忧，毕竟都不赚钱都好，但是就是见不得别人赚钱，别人一赚钱我就心疼。得了，别想那么多了，咱们兄弟两个把林氏集团拿下就够了，到时候控股权到手，想干什么不行？说到这，林毅挂断了电话。美丽国的股市熔断，以及国际原油的价格跌倒了负数，这是妥妥的经济头条新闻。各大媒体都在大肆的发表着对这件事的谈论，各种大 V 都在事后诸葛亮，而评论区也是苦不堪言。好家伙，买个期货怎么我还倒欠银行几十万？不完了，把钱还给我！呜呜，我怎么买啥跌？不完了不完了，电动车准备好了，随时准备上岗。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着，毕竟华夏国的也有不少亏钱了，但是大家都是些段子手，虽然亏了钱，但是评论区堪比段子比赛现场。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条新闻引爆了评论区，一神秘人昨日做空国际原油暴赚11亿6千万。卧槽，这是假的，这一定是假的。对，就是为了欺骗我们留下来继续玩。底下的评论区一片哀嚎，然后楼主并没有回复，而是将林不言的资产截图放了上去。看吧，真的有神人。楼主说完这句话以后消失不见，评论区更热闹了。这一定是 P 的，怎么会有这种人才？对啊，就是想骗我们继续玩。你看这个开仓点位55.9。这是一般人开得出来的单子。评论区依旧火热，只是当事人并不知情，甚至还想多睡一会。叮铃铃，叮铃铃，酒店的电话响了起来。林不言睡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接过了电话。您好，林先生，您预定的叫床时间已到。好的，谢谢。林不言听着听筒里传来的甜美女声，立马困意就消失不见了。打开了手机，我靠！林不言看着一直不断而来的信息提示，自己简简单单睡了一个晚上，竟然有几十个未接电话，3个室友、柳如烟、程经理等等一大堆人。打开了聊天工具，好家伙，99加的信息，特别是程经理的那个聊天框，足足有20多条。林不言打开了一看，大概的意思就是证券公司为了吸引流量，将他的持仓收益已经公布出去了，目前只是公布了盈利情况，并没有公布是林不言，这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林不言回了个没事过去。宿舍群也有不少的消息，林不言粗略的浏览了一下，也没有啥重要的。接下来是柳如烟的10几条消息，许许多多的表情。林不言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如烟，盯盘实在是太累了，结束了过后我就关机睡觉了。林不言接着浏览，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四弟也跑过来问自己，二哥你真赚了11个亿？林不言一笑，肯定是林俊派过来打探消息真假。是的，不过你少说了6000万。发完了以后，林不言决定出去提一辆车，因为他决定明天就去灵山县将自己的慈善捐款捐出去。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林不言拿起了电话，是柳如烟的。咋了？你是个猪吗？这么能睡？柳如烟十分的幽怨的说着，嘿嘿嘿，不好意思，真的累。对了，你把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个不急，接下来你有啥打算？林不言想了一会，我打算明天去灵山县把捐款送过去。对了，还得买个车。柳如烟一听，你决定给灵山县捐多少？车的话我这里有，你要买的话也可以，想买啥我带你去，有优惠，哈哈哈哈。好，那我收拾一下，我30分钟以后过来接你。柳如烟说完挂断了电话，随后林不言收到了他的卡号，赚多少是个问题，毕竟这600万说支持就支持，一句废话都没有。但是柳如烟也不缺钱，林不言思考了半天，还是决定转回600万，等自己去过了灵山县，办完了事情过后，到时候回来再好好的给他挑一个值钱的礼物。很快，柳如烟就来到了林不言入住的酒店楼下，两人驱车前往来到了云城最大的豪车卖场，这里有各种豪车，好多豪华车的 4S 店都在这里，不急的话咱们可以慢慢挑选。林不言点了点头，只是没有想到冤家路窄，两人来到了奔驰的 4S。眼尖的林不言一眼就看到了一身职业装的白雪在门口站台，算了，换一家吧，怎么走哪都能碰到晦气的人。林不言突然停下了脚步，拉住了柳如烟的手，不用怕，你本来就是过来选车的，何必因为一个前女友而破坏了自己的心情呢？来都来了，看看呗，我不是记得你之前最喜欢开那个大 G 了吗？说完也不顾林不言的想法，柳如烟拉着林不言就走进了 4S 店。哟，小白脸傍上富婆了以后就是不一样了，还能买得起车了。白雪见到两人，心里恨得牙痒痒，毕竟格局就在这，她肯定不可能好好的跟他们俩讲话，但是两人好像当她是个空气一般，直接绕开了她，走进了展厅。大 G 有没有现货？柳如烟霸气的问着。一听这话，白雪屁颠屁颠的就凑上来了。要知道大 G 可是100来万的车，还得加价，是店里卖出去提成最高的一款车。有呢，白雪立刻变脸上前说着。林不言倒是无所谓，只是柳如烟眉头微皱，还有没有活人了？看不到客户来了吗？柳如烟朝着销售聚集区喊着，大家都被搞懵了，因为谁在站岗的期间来了客人，那么这客人就归谁负责。现在不是他们的值班时间，但是看起来这客户并不想从白雪的手上买车。见状，一名男士小跑着走了过来。您好，我是这家店的营销经理张文胜，请问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大 G 现货？我要今天就能开走的。对了，让这个女人离我远一点，看见她我买车的心情都没了。柳如烟伸手指了指一旁的白雪。张文胜虽然搞不清楚几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客户就是上帝，而且还是要买大 G 的大冤种，谁能不爱呢？张文胜朝着白雪挥了挥手，怎么招呼客人的？你赶紧去休息室，待会儿我再来找你算账。随后立马变脸，微笑着朝着柳如烟介绍道，咱们店有一台黑色的顶配大 G， 可以今天开走，但是你们看起来也是非富即贵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别现在很抢手，是需要加价的。林不言挥了挥手，去看车吧。白雪气鼓鼓的来到了休息区，不就是傍上了富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白脸就是小白脸，还能翻天？同事们纷纷问起了白雪啥情况，毕竟如果今天这单能够成交，那么提成绝对不少。那个男的不就是个小白脸吗？你们前几天没看新闻吗？他就是林氏集团被好处家族的二少爷，连1万块钱都要找他弟弟借，你们觉得呢？白雪毫不留情地诋毁着林不言，好像也不是诋毁，白雪说的这些好像都是事实。众人的八卦之心被点燃了，纷纷开始讨论了起来。三人来到了实车的面前，林不言上车试了一番，不错，还是之前的感觉。他之前的座驾就是一辆奔驰大 G， 只不过挂在林氏集团的旗下，后来自己公司破产了以后，他也懒得去看，就没要了。就这台车吧，算好了价格然后过来找我。对了，然后我还要一台轿车，迈巴赫或者 S 系列的都行。林不言说完，又对着张文胜说道，有，刚好店里昨天到了一辆新款的迈巴赫 S450。
我这边带您过去看看车。张文胜笑开了花，不用看，今天能提车吗？能提车的话，2辆车算好价格以后过来找我，我现在就要开走。可以。那先生女士，你们坐着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去给您算价格。张文胜屁颠的来到了财务室，2辆车都是豪车，而且都需要加价，算下来2辆车一共413万。张文胜拿着账单来到了2人的面前，先生，这边2辆车一共413万，我这边跟公司特别申请了一个优惠，可以抹去零头，顺便还可以给您送配套的装饰品以及车衣等各种服务。张文胜谈好的说着，眼睛里都快冒出了星星。这单成交的话，那么他的提成有好几万，那么这个月又可以去 KTV 感动小姐姐了。刷卡吧。对了，然后找2个人帮我把车开到全季酒店，把钥匙什么的放在前台，报我林不言的名字就好了。好嘞。张文胜接过了林不言拿出的银行卡，好家伙，尾号都是8888。他快速的跑到了财务室，刷完卡的时候，财务的眼睛瞪得老大。我靠，张经理，这我是不是眼睛花了？个10百千万10万个爸爸，我靠，这人会不会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啊？卡里10多个亿，我的天呐！财务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卡里有这么多钱的人。张文胜听到这话，立马凑上了钱。好家伙，一串零，这是什么神仙？怪不得买车都不砍价。白雪看到张文胜拿着林不言的银行卡走进了财务室，立马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如果是柳如烟进去付款，那么白雪还不一定想嘲讽，毕竟柳如烟有钱。但是林不言的经济状况，白雪自认为还是比较了解的，1万多块而已，卡都被冻结了，能付得起400万。白雪来到了林不言的身边，阴阳怪气，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到时候没有钱又要把车卖掉。这位美女，你别看她是个小白脸，我跟你说抠门的很。白雪在旁边叽叽喳喳的，2人并没有理会她。看不出来呀，你这2代把人家姑娘伤害的这么深啊，走哪骂到哪呀。柳如烟打趣道，别管她，咱们等会儿吃饭去呗，想好去哪里吃，我请你。柳如烟点了点头，哟，还请客呢，身上能掏出来2万块钱吗？装啥不好，非要装大头。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应了大厅，张文胜拿着付款凭证急匆匆的赶过来，就看到白雪正在对他的财神在阴阳怪气。你在说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的尊贵的 VIP 客户，人家卡里10几个亿，吃不起一顿饭。这话一出，大厅里瞬间鸦雀无声。白雪被这一巴掌抽懵了，不对，卡里10几个亿是什么鬼？怎么可能啊？这个穷鬼怎么可能卡里10几个亿啊？你知不知道前几天他穷的身上就剩1万块了，还是找他弟弟开口借的？白雪咆哮着，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张文胜此刻真的想有一种打死白雪的冲动，这也太不懂事了吧？2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深仇大恨吗？这都不至于啊！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是不是这么多？张文胜一把将账单甩在了白雪的脸上，白雪接过一看，好家伙，4个8的尾号，这张卡他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林不言的银行卡。之前2人在一起的时候，这张卡还是银行的经理特别送上门的。林不言有一段时间挺喜欢刷卡，就往这张卡里存了几百万，丢给了白雪刷。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算有，也不可能是这个小白脸的，一个破产的少爷，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一定是这个女的给他的。白雪仍然还在挣扎着。柳如烟听到这话，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妹妹，你也太看得起我了，你说几百万我拿出来还不费劲，你要说10个亿，整个华夏国有几个人能够毫无压力的拿出来？你知道吗？这钱就是林不言跟你分手之后赚的，后悔了吧？柳如烟杀人诛心，毕竟他跟林不言对于白雪都没有了好感，只不过林不言看在以前在一起的份上，并没有跟他计较。白雪惊呆了，双眼无神，怎么会？他突然站起了身，来到林不言的身边，死死的抓住了他的手。宝贝老公，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对吗？来这里买车也是因为我在这里上班，给我送业绩的。没事啊，不用你开口，我开口，咱们复合吧，好不好？白雪此刻再也强硬不起来了，毕竟10个亿的杀伤力有些过于强大。林不言看了眼柳如烟，露出了无奈的笑容。好好上班吧，别做梦了。张经理，记得按照我的吩咐将这2台车停到酒店的停车场，我吃个饭下午就要用。对了，记得把油加满。如烟，拿点油费给张经理。柳如烟从自己的古驰限量包包里随手一抽，大概4、5千块的现金就放在了张文胜的手上。记得98的 A。说完，林不言拉着柳如烟的手就离开了4S店，留下了后悔不已的白雪、激动到不行的张文胜和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销售。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我想去云海大学那条小吃街吃烤鸭，咱们一起去吧。出了门，柳如烟主动的挽住了林不言的手臂，撒娇的说着。林不言点了点头。奔驰的4S店内，张文胜黑着脸看着眼前已经失神了的白雪，你说说你到底在搞什么玩意？人家出手就是2台豪车，价格都不砍一下的，差点因为你的胡闹把生意整黄了。我们店里要的不是花瓶，不是花瓶，你懂不懂？今天要不是我，这单生意就黄了。张文胜气吁吁的朝着白雪一顿怒骂，你们说10个亿资产的人他都能放过？白雪是不是活佛转世？哈哈哈哈，笑死我了！还说人家破产少爷没有钱，结果人家破产了以后身价反而还多了起来。这要是我得一头撞墙后悔死。销售们也都在旁边叽叽喳喳的讨论着，但是此刻的白雪啥都听不进去，她现在的内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林不言抢回来。只是她不知道的是，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你收拾东西，这个月的工资去财务那里领一下吧，本来就只上了几天班，按道理工资都懒得给你，但是今天我心情好，赶紧领完工资滚蛋，我再也不想在4S店里看见你了。说完，张文胜哼着小曲就走了，只剩下众人的嘲讽和双眼无神的白雪在原地。林不言带着柳如烟吃完了午饭，2人回到了酒店。从云城的市区到达灵山县开车的话需要3个小时左右，所以林不言决定立刻出发。如烟，我现在就打算直接去灵山县了，等我把做的事情忙完了，我再回来找你。柳如烟点了点头，她是一个十分懂事的人，而且也有着自己的事业。那你路上小心，到了的话给我回个电话。林不言会心一笑，一把将她拥入怀中，2人享受了一会，互相道别。林不言来到前台，拿到了自己奔驰大 G 的钥匙。这一次去灵山县，林不言目前还没有想到将钱用到什么方面，不管了，先去了再说，到时候看情况决定。想到这，林不言就开着车出发了。只是他提前出发的消息并没有跟灵山县政府的人说，约好的时间则是明天，在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林不言瞅了眼手机，看到是张韵，便接通了电话。喂，妈。张韵听到林不言的声音，此刻再也绷不住了。从自己给林不言转账过后，日子就十分的不好过，因为林峰特意交代过，不允许任何人给林不言提供帮助。当然，林峰想要查每个人的资金流水，那也十分的简单。就在给林不言转账的当天晚上，林峰就知道了，所以在家里对于张韵的态度越来越不好。更重要的是，就在今天中午，林峰竟然让他搬出林家，自己找地方去住，就是因为张韵破坏了他制定的规矩而已。儿啊，你在哪呢？妈没地方去了。张韵的声音有些哽咽，一直受到排挤，此刻他再也绷不住了。你爸把我赶出来了，而且他说1年1000万的生活费也不会给你，我给你转账的事情他知道了。什么？林不言看了眼后视镜，将车变道停在了应急车道，打开了双闪。这样，妈你收拾下你的东西，买一张最快到云城的机票，然后把时间告诉我，我安排人去接你。1年1000万的生活费，不要也罢，你儿子这2天赚了11个亿，养你没问题。张韵呆住了，11个亿？真的假的？你没逗我吧儿子？快去买机票，我在开车呢，等我找个能停车的地方给你打。说完，林不言就挂断了电话，接着开启了车，距离服务区还有30-40公里。张韵一听这话，立马就挺直了腰板。11个亿是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不瞎整瞎霍霍，这辈子够的了。想到这，张韵擦了擦眼睛，排挤老娘还不屑于跟你们在一起吗？张韵笑呵呵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起了衣服。林峰这辈子也算是无被楷模了，他名义上只有一个老婆，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还有2个二房，大老婆给他生了2个儿子，张韵算是他的二老婆，给他生了林不言，而另外一个因为怀孕的时候大出血，在手术台上便没有再下来。林峰这个人脑子里有些传统观念还是比较重，所以他们一家人都住在一起，房子是一幢6层楼的大别墅，一家住1层。跟着林峰这么多年，张韵是在林峰开始发家以后跟着他，没有吃过什么苦，不像他的原配，所以在家里一直都会受到排挤。只不过林峰以前身体好的时候，这种排挤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但是自从开始宣布4个儿子进行家产的争夺比赛之后，这种排挤就越来越厉害。当时林峰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自从知道了张韵给自己儿子林不言转账了以后，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改变了。作为在商海里驰骋这么多年的大佬，林峰最讨厌别人违背他的意愿。张韵一边收拾一边眼泪就掉了出来，这里毕竟还有他这么多年的回忆，只不过现在自己在硬撑着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倒不如洒脱一些的离开。小龙，帮我订一张去云城的机票，越快越好。张韵轻声的对着站在他身后的小姑娘说道。夫人，你真的要离开这里吗？月容声音有些哽咽的说，毕竟他跟着张韵已经有好多年了。张韵点了点头，这里不欢迎我，强赖着有啥意思？订票吧，越早越好。内夫人，我订2张票，我跟着你一起走行吗？工资什么的都好说，你不在这里了，那我待着更没有意思。张韵点了点头，毕竟月容这小丫头跟在自己的身边也有很多年了，自己的吃喝住行一直都是小丫头伺候，身边要是每个人可能还真不行。行，快去吧。月容刚离开没有一会，房间门就被推开了。哟，这不是二妹吗？收拾行李干什么？咋了？住不下去了？一声尖锐刻薄的声音传来，这让张韵脸色一沉。这个声音就是林峰的老婆黄福。呵呵，儿子出息了，借我过去享福呢。这里我就不跟你争了，这么多年了没个胜负，也累了。张韵不想过多地跟黄福有什么沟通。黄福来到张韵的身边，哈哈哈一笑，笑死，你儿子出息了？咋出息的？是不到1年的时间败光了1000万，还是他被赶出了林家？你说你啊，这么多年了，就是嘴硬，说不定等个几百年以后，考古的学家挖到你的尸体的时候都会惊讶，怎么这个人死了这么久了，全身就嘴巴还是硬的呢？黄福捂着嘴笑道。张韵一脸的怒色，我儿子是没有啥出息，就是简简单单的几天赚了11个亿而已，这点钱对于你来说肯定是毛毛雨看不上的了。张韵清了清嗓子，这么多年来，你看我张韵说过一句假话吗？不要了，都给你，都留给你，我跟着我儿子养老去了。张韵开始了反击，11个亿，黄福的脸色一变，11个亿，就林不言那败家玩意能够赚这么多？哎呀，你别碍脸了，你要是不想走的话，你求求我，我还能够把你留下来，求求我就行哦。黄福并不相信林不言有这么大的本事。张韵摇了摇头，这么大的房子留给你自己住吧，现在我要收拾行李，麻烦你出去。还有，做人要有素质，私自进出别人的房间要敲门，得到别人的允许之后才能够进。你知道为什么林峰这么多年一直朝三暮四的吗？还不是因为你太土了。张韵说完，朝着黄福吐了吐舌头。两人的争斗持续了很多年，经常会有这样的拌嘴，我就等着看你最后流落街头无处可去，到时候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理你。说完，黄福气冲冲的离开了。开到了服务区，林不言拨通了张韵的电话，机票订好了没？晚上9点到。好的，我给你未来的儿媳妇发个消息，让她去接你。对了，你把银行卡号发给我，我给你转点钱过去。张韵一听这话，挂断了手机，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发了过去，然后快速的跑到了大厅，因为黄福正在坐在沙发上吃着水果。您的银行卡尾数6868，实时到账1亿元，实时余额1亿040万2千元。张韵特地设置了语音播报，而且还特地拿到了黄福的身边。哎呀，儿子，我收到了。你说你转这么多钱我干什么？我这么大年纪我也用不完了。张韵脸上笑开了花，而手悬在半空的黄福脸黑到了底，这是在自己的面前炫富呢。张韵懒得理会，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哟，你也在呢？不好意思啊，声音大了点，没关系，你继续吃，我先走了。张韵伸了个懒腰，对身后的小龙说：“走，咱们买一幢别墅自己住去，免得跟有些惹人烦的住一起短命。”黄福刚想站起身回击，只是可惜两人已经加快了脚步离开了。如烟，我妈晚上9点到机场，我现在没空过去，麻烦你帮我接待一下，然后去我那个酒店给他们安排一下住宿。林不言跟柳如烟通着电话，好啊好啊，你放心忙吧，我一定会把阿姨安排好的。嘿嘿，我跟我妈说她未来的儿媳妇会去接她，所以你要表现好。听到这，柳如烟的脸上乐开了花，但还是娇喝了一声，挂断了电话。下了高速以后，林不言心里咯噔一下，得亏自己买的还是个 SUV。
这要是一般的轿车，底盘都得整散架，路面坑坑洼洼的，像是在维修。比较平整的路都没有多少。林不言看了直摇头，难，太难了。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但是这一看就是整个灵山县的基建设施都不行。但是林不言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凭借自己一己之力就能让整个灵山县有所改变。算了，先看看政府那边怎么安排的吧。毕竟林不言已经跟县政府的人沟通过，自己要捐款5200万。至于用作什么，林不言并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要求。林不言漫无目的的开着车在县城里转着，就在一处路口等待着绿灯的时候，一辆失控了的三轮车竟然以一个十分诡异的转向朝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撞去。老人戴着草帽，拄着拐杖，另外一只手还挂着一个小轮子。三轮车的司机一边追着车，一边大喊着让周围的人散开。值得庆幸的是，三轮车的速度不算太快，周围正在过马路的人纷纷都躲开了，没有一个人关心老人。老人毕竟年纪大了，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已经来不及离开。如果不制止的话，老人肯定得被撞。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林不言开着的大 G 是在第一位等的红绿灯，此刻他都没有来得及思考，直接一脚油门朝着三轮车冲了过去。他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车去撞一下三轮车，改变他的行动路径，这样就能够保护到老人。车主看到一辆大奔朝着自己冲了过来，吓得要死，立马就不管自己心爱的三轮车了。林不言开着车快要碰到的时候减低了速度，砰的一声，三轮车被大奔撞翻在地，三个轮子朝着一边不停地转动着。老人是保护了下来，只是受到了惊吓，手里拐杖都吓得丢了，篮子也掉落在地，里面装的荔枝散落了一地，然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不断地拍着自己的胸口。林不言赶紧下车扶起了老人，询问起了他的情况。老人家，你没事吧？老人额头上豆大的汗滴不停地滴落，缓了一会摇了摇头，没事的年轻人，谢谢你了，只是可惜了我这一篮子没有卖掉的瓜，太可惜了。老人呆呆地看着地上散落一地的荔枝，就要上前去捡起来。林不言连忙拉住了老人，我去吧，你好好休息一下。很快，林不言将掉落一地的瓜果都捡了起来。三轮车的车主自知理亏，也没敢找林不言赔偿。如果不是林不言的话，自己的三轮车把老爷爷撞倒了，那么还会更惨。老人家，你先上我的车，咱们不能够在这里阻碍交通。说着，林不言直接将老人拉到了自己车旁，给他打开了车门，扶上了车，随后就驾车离开了。两人上了车以后，林不言才知道，原来这个老爷爷竟然是灵山县下面的一个村子里的居民，70来岁了，就为了将家里成熟了的瓜拿出来卖掉，换一些钱给自己6岁的孙女买零食吃。只不过今天并没有什么收获，反而还出了这档子事。行，老爷子，这些你就别想了，我送你回家，然后你在车上等我一会，我去买点东西。林不言将车停到一家超市门口，进去为老爷子的孙女挑选起了零食。他这个年纪其实已经不怎么吃零食了，但是老爷子看起来家庭情况就不怎么好，那么他的孙女日子过得肯定也不咋地。所以林不言走到了零食区，看到啥就拿啥。没过一会，林不言就将自己推出来的小推车装满了零食，结完账，整整2个大袋子，用了大几百块，将零食放到了后备箱。林不言上车打开了导航，朝着老人说锁的家开去。毕竟今天自己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做好事就做到底呗。老人所在的村子地理位置距离县城开车的话并不是很远，但是如果单靠双脚走路的话，得需要好久好久。得亏他是走了一半然后坐上了顺风车，更别说年纪都这么大的人，这让林不言的心里一酸，这是不是就是自己选择做好事的意义，也是命运头子想让自己明白的道理。来到了村口，坑坑洼洼的许多坑，因为才下过雨没有多久的原因，积水很深。小伙子，村子里进不去车，路不好走，别往里面开了，不然到时候车陷进去了，出不来了，那就更麻烦了。一听这话，林不言有些犯愁，早知道这样，那他就少买点零食了。失策失策了，行吧，老爷子，那我就陪你走回去。林不言将老人扶下了车，咬着牙从后备箱里拎着2袋零食，跟在老人屁股后面慢慢的走。为什么你们这里都不把路修一下呢？这路都走不了车，那还怎么发展？林不言咬着牙发问道。要是修了路，自己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费劲的提着2袋零食。老人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们也想修路啊，可是没有钱啊，灵山县政府都没有钱，到镇上钱就更少，到每个村那基本就相当于没有。我们这个村子家家户户多少都种了些水果，可惜了呀，现在正是成熟的好时候，偏偏前几天碰到下大雨，路上都是坑坑洼洼的，还有不少的泥巴，人走着都费劲，更别提让他们拿着瓜走上几个小时去镇上卖了。这路该修。林不言突然知道自己的5200万用在哪里了。这个村子家家户户都是果，都有自己的果园，但是没有办法，交通不便，每年到了果子成熟的时候，外地的水果贩子就开车来到他们的村口收理，给出的价格低得吓死人，但是因为交通不便，大家也都懒得出去了，于是也只能够咬着牙低价贱卖。老人家，这样咱们把给你孙女买的零食放回去了以后，你带我去村长的家里看一看，我想要跟他商量点事情，可以吗？林不言诚心的说着。没问题，没问题的，咱们走快一点，我家就要到了。老人叫冯武，他们那个年代取名字也挺随意的，家里兄弟6个，他排行第5，所以就叫冯武。这个村子叫冯家村，冯姓为主。来到了老人的家里，老人6岁的孙女蹦蹦跳跳的就跑过来迎接，但是多少有些害羞，直接就躲在了老人的背后，有些害怕的看着林不言。丫头，喊叔叔，今天多亏了叔叔送爷爷回来，不然可能天黑了爷爷才能够回来。叔叔，小丫头奶声奶气的喊着，这一声让林不言瞬间感觉自己提着2大袋零食走了半天的累瞬间消失。林不言温柔的揉了揉小丫头的头，过来吃零食了，这都是叔叔给你买的，吃完了下次再想吃的话给叔叔讲，叔叔继续给你买。冯武的家里十分的破烂，一间土坯房，一个房间一个大厅，整个房子可能除了屋顶没有漏洞，林不言都能感觉到房子四面的墙壁都有些漏风。老人家，你的孩子呢？林不言有些好奇的问道。听到这个问题，冯武的眼神突然就变得伤感了起来。小丫头的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死在了病床上，我儿子在他4岁的时候外出工地打工，结果失足从7楼的房子上摔了下来，也走了。林不言能够感觉得到，冯武正在极力的用轻松的语气将自己最痛的经历讲给他听。两人都没有说话，沉默了起来。老人家，实在是不好意思，还请节哀。林不言站起了身，朝着冯武鞠了一躬。冯武赶紧将他扶了起来。我碍事都已经过去了，只是可惜了我这个孙女。哎，万一哪天我走了，还不知道她会怎么样。就在此刻，林不言突然觉得，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如此多的痛苦？有句话说的真好，那就是人类的悲欢其实并不相通。就在此刻，林不言
彻底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放心吧，老人家，你的身体这么硬朗，再多活个几十年没有问题的。林不言也只好如此的安慰着了。冯武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几十年太长了，活着太苦了。你说要不是还有丫头陪着我，我这还有啥意义呢？小林啊，你坐会，我已经给村长打过电话了，他很快就会过来了。林不言来到了门外，细细的看了起来。冯武的家里并不是在村子里集中居住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林不言也懒得去猜。冯家村有一点好，那就是风景十分的漂亮，因为交通不便，而且处在山区，所以空气十分的清新，有一种城市里从来都感受不到的清爽。那不如将这里改造一下，弄成一个生态园，吃喝玩乐一条龙。这个想法不错，就怕5200万拿不下来。算了，不够的话再加。就在林不言正在规划着冯家村的未来的时候，一位看起来上了年纪，但是却又不是十分年迈的男人走了过来。你就是武叔说的找我有事的那个年轻人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冯家村的村长，我叫冯毅。林不言这才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村长，听老人说村长才50刚出头，但是看着眼前的老人，看起来那可不像是50才出头的样子，手里提着一双解放鞋，两只裤腿卷到了膝盖呢，裤子上的泥巴到处都是，甚至脸上都有泥。你好，是我让我老人家联系你的，我是林不言，有些事情想要跟你商量。林不言伸出了自己的手，哎呀，我手就算了，你看我这刚从地里回来，脏的要死。林不言是吧？你找我有啥事？我想给你们村子修条路。什么玩意？修条路？冯毅瞪大了眼睛，直勾勾的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男子。好家伙，修路啊，这是他冯毅做梦都想要办成的事情。为此，他年年都去镇里上报，可是灵山县县里的财政就穷，镇里更是没有办法。修路需要的资金又不是一笔小数目，原先冯毅还寻思着自己村里凑钱，干脆把路修一修算了。后来请了专业的造价公司过来一问，好家伙，1公里的农村公路造价都要几十万，从冯家村通到镇上，少说也有30多公里，需要的费用得几千万。这也就是为什么镇里一直都没有同意的原因，因为修路实在是太费钱了。眼前的这个男孩子怕是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冯毅虽然开心，但是很快就回归了现实，几千万并不像是这个男孩子能够拿得出来的样子。小伙子，别开玩笑了，有这个心我就很满足了。你知道修路有多费钱吗？从咱们冯家村如果想修路直接通到镇上，大概30来公里，1公里修路的造价就要几十万，这条路修下来没有个2、3千万搞不好的。说到这，冯毅深深的叹了口气，我也想修路啊，我做梦都想，没有一条好路，冯家村的村民们永远没有出头日子永远都只能维持原状，甚至越来越差。灵山县本来就是贫困县，财政没有钱，分到村子里能有多少？基本相当于没有。说到这，冯毅埋下了头，在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身上，林不言感受到了一种特别无能为力的难受。2、3千万而已，不多，这个钱我出了，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嘿嘿嘿，那就是修好的这条路要用我的名字命名。林不言一脸的轻松，这让冯毅一时之间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我没逗你，我的资产虽然不多，但是给你们村子捐条路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了，我感觉你们村子里的风景也十分的不错，而且感觉你们这人人都会种水果。你有没有考虑过修完路了以后把村子带着朝哪个方向发展？林不言要考验一下冯毅的水平，如果合格，他可以追加捐款，将冯家村打造成旅游村，变成整个灵山县的一张名片，那样自己的捐款才有意义。你在说真的吗？你确定你要捐条路？冯毅此刻2个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林不言微微一笑，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打开了手机银行。诺，你看吧，本来我这次只是想给灵山县捐款，但是没有想到具体捐在哪里。要不是来的路上刚好碰到了冯武，我也不会来到你们这，更不会想到给你们冯家村捐条路。冯毅看着手机上一大串的零，多少有些迷糊。好家伙，个10百千万财神爷，林先生，你真是年轻有为啊！如果真的把路修通了的话，我打算组织村民们朝着旅游这方面发展，因为我们这里的环境保护得很好，风景空气都不错，而且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种植荔枝，山区每年的日晒充足，所以荔枝成熟以后口感十分甜润，汁水多。听完冯毅的话，林不言满意的点了点头。那这条路叫不言路，没有问题吧？林不言呲着牙笑道。嗨，说这话，别说这条路叫不言路了，就是让咱们这个村子叫不言村，我都没有意见。我相信大伙更加不会有意见。冯毅憨笑道。得嘞，您稍等一会，我这就给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说完，林不言走到了一边，拨通了灵山县县政府书记的电话。喂，黄书记，我是小林啊，我现在想好了，我准备给灵山县下面的冯家村捐上一条路，同时资助他们的村民将冯家村打造成一个旅游示范村，争取能够成为灵山县的一张名片。林不言开心地说着，而电话那头的黄子康一听到冯家村一时竟然有些惊讶。林先生，您说的是那个十分落后的冯家村？对，没错。黄子康一听，用力地拍了拍大腿。林先生，你真的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的天，冯家村因为没有一条好的道路，导致经济发展不起来，十分的落后。而冯家村有一个刺头村长，那就是冯毅。从他接手冯家村以后，每一年的各种大会，只要是他有机会参与的，他都会提出让国家帮忙给冯家村修一条路，修一条希望之路。但是财政确实困难，实在是无法一下拿出来2、3千万完成这么大的一项工程，所以只能1年拖1年，一日拖一日。现在好了，林先生一下子就看中了难点，这也算是解决了他们心头一直都十分担忧，但是却又无法解决的难题。林先生的眼光确实独到。您现在在哪里？我带着人过来找你。黄子康有些急迫，这种大额的私人捐款还是头一次。我现在就在冯家村，那就麻烦黄书记带人过来吧。如果可以，最好咱们就把捐助的这件事情敲定，毕竟我也忙得很，还有许多的私事要处理。好，那林先生你先待一会，我们马上就到。挂断电话，黄子康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走，快去冯家村，把财政局的人也带着，让秀水镇政府的人也赶紧去。黄子康着急忙慌地布置着工作，毕竟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赶着捐钱。原来做好事竟然会让心情变得如此的舒适。刚回到屋子里，冯毅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喂，王镇长，什么？你要过来？好，路上小心，放心，我一定把林先生招呼好。挂断电话，冯毅额头上细微的汗珠演得十分的好。好家伙，这还是第一次秀水镇的镇长给自己打电话，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是真的有2把刷子。时间还早，村长你带着我在村子里到处逛逛吧。林不言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冯毅当然十分乐意，当起了导游。其实当初大家建房子的时候都已经预留好了空间，只是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诺，林先生，从这条土路走过去就可以到冯家村的小学，学校的后面有很大的一片空地，村子里
里都给各家各户分配好了，大家也十分的统一，种植起了荔枝。林不言边走边四处的欣赏着。确实，冯家村是个好地方，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进行一番规划，再进行适当的宣传，那么最后一定能够成为一张很不错的旅游名片。村长，带我去学校看看吧。两人来到了冯家村的学校，这学校在林不言看来其实都不能够称之为学校，比冯武家里的土坯房稍大一些，一小块的空地，一个孤独的篮筐架子，一个石块做成的乒乓球桌，这就是所谓的冯家村所谓的小学外围所有的硬件设施。土坯房旁边还有一小间土坯房，林不言有些好奇，那间土坯房是干什么的？冯毅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那是来村子里支教的老师居住的地方。两位年轻的女老师住在一起，来这里已经快1年了。林不言眉头一皱，来到这个地方支教，条件如此的艰苦，竟然还能够坚持下来，这种人真的值得敬佩。我刚看了一眼，村子里有空地，干脆重新建一个学校吧。你看孩子们上个学还要从村子里走这么远，这路也不怎么好，特别是碰到下雨积水，到处都是黄泥，危险因素太多。我刚才看了村子里有一块空地十分不错，就是你给我说那个空地，就在那里。我林不言出资建一栋希望小学。两人正在说着话，学校的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并没有因为环境的不行而放弃了学习的机会，老师也没有因为眼前艰苦的环境而放弃了孩子们。只要有希望，一切就能过。谢谢林先生，真的谢谢林先生。此刻的冯毅再也没能忍住，滚烫的热泪从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的眼里不断的掉落。冯毅都已经忘记了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哭过，几年、10几年、几十年，但是在此刻，他实在是心里没有任何一种情感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您真是我们冯家村的恩人啊！说罢，冯毅就朝着林不言重重的跪了下去。别，你这是干什么？林不言赶紧将冯毅一把拉了起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你不用这样，你这样我都会折寿的。就在两人还在聊着天的时候，一个浑身黝黑的男子飞快的跑到了他们的身边。村长，我的天，县长、县高官、镇长什么的全部都来了，现在都在你家门口了，他们说等你回去呢。男子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村长一听大喜，三人一起回了家。村长的家是一间小平房，但是面积看起来稍微大一些，不像冯武的家里看起来那么的破旧。一群身着十分简单干练的人站在门口，那种气质不用多说，林不言就明白是政府的人，因为浑身的气质跟冯家村的村民就不一样，这是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事情。你就是村长吗？那这位年轻人肯定就是林先生。一位身材十分健硕、梳着小背头、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大步的朝着冯毅走过来，同时眼神一直不停的打量着眼前的林不言。他总感觉这个小伙子好像在哪里见过。是的，黄书记，我是冯家村的村长冯毅，这位就是说要给我们冯家村捐一条路的林不言先生。边说，冯毅边介绍着林不言。你好啊，黄书记，我是林不言。林不言伸出了手，与黄子康紧紧的握在了一起。我们谈正事吧，谈完了我还要赶回云城。好。一行人在冯毅的带领下来到了他的家里，因为提前得到了消息，所以冯毅的老婆老早就将家里收拾得十分的干净。众人坐下，黄书记，既然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相信你们应该是准备好了。我打算给冯家村修一条路，一直通到秀水镇的镇上。这条路的造价多少钱无所谓，但是一定要质量好，修得好。一听这话，站在门口围观的村民们都炸开了锅。我的天啊，这年轻人这么厉害的吗？好啊，我们的生活终于有救了。大家都在叽叽喳喳的讨论着，冯毅只好假装黑着脸把自家的大门给关上，自己亲自在门口守着，毕竟不能够影响他们谈工作。你们别叽叽喳喳了，林先生不光要给我们修路，还要给我们冯家村重新建一座小学，这叫什么？这就叫做英雄出少年。大家一听这话，更加的兴奋了。冯毅赶紧做出了一个虚的手势，可以的，林先生，我们其实找人过来做过估价的，这条路的造价3300万左右能够修好。黄子康面带笑意，林不言微微点了点头。还有，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冯家村我今天也简单的逛了一圈，我觉得挺不错。村民们家家户户都种了荔枝，这里地理位置也很不错，所以我想出资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生态园，让这边的村民也能够有其他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途径，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好。黄子康一听，激动的不行。好，林先生真的是年少有为。冯家村的状况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了，但是没办法，财政确实没有多少钱，然后下面那么多乡镇，不可能一次全部将资金都拨付给冯家村。冯家村这里的地理位置确实不错，而且环境保护的十分好。按照林先生的想法，可以将冯家村打造成一个生态园，然后走旅游玩乐的路线，这样可以成为咱们灵山县的一张宣传名片。林不言不停地点着头，这就是他的想法。好，那我就说说我的要求。黄子康静静地听着，他从事这么多年，理解的最为透彻的一个道理就是无利不起早。他相信林不言会给冯家村修建农村公路，也会给他们冯家村进行投资，但是这肯定是有要求的。好的，那我就说了。就在林不言开口的时候，黄子康身后的一个女孩子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开始记录着。我给冯家村修建的这条公路的名字得叫不言路，要用我的名字，这样我有存在感，而且以后我也会不定时的进行做公益。我想将不言这2个字做成一个象征，能够带领大家跟我一样做好事。第二，那就是关于投资冯家村成为一个旅游村的事情，我可以出资，最后的目标就是将冯家村打造成为一个旅游新村。但是这个项目我不可能全资，因为我现在手里的现金最多能拿出来1个亿，所以我想跟政府一起合作，我只要其中30%的分红权。黄子康一听，这算是什么条件啊？这不就相当于是白送了吗？真的吗？就这些？黄子康有些不敢相信。林不言点了点头，我今天可以捐款1个亿，除去修路的3500万，剩下的钱全部用作冯家村的旅游村项目。好，这2个条件我答应你。今天现场秀水镇的主要干部也都在这里，我黄子康就拍板了，我们县财政能够拿得出来多少资金，我们就出多少，我们一定将冯家村改造的这个项目做完做好，既能够解决村民们的生活难题，也能够变相的给灵山县进行一个宣传，这都是双赢。林先生你放心，这2个项目一旦启动，我将会时时刻刻盯着进度。林不言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好，转账吧。很快，林不言就将自己1个亿的资金转到了政府的账号。但是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当初林不言说捐5200万，政府的人都已经做好了一块5200万的牌，本来想着到时候直接能够拍照用。此刻林不言将捐款追加到了一个小目标，大家都没有啥准备，不碍事，我捐款这件事你们可以宣传，但是不要暴露我的名字，你们可以借此先给冯家村造势吗？大家都懂的。说完，一屋子人都哈哈哈笑了起来。林先生，你今天是不是在来的路上，在一个路口开着你的大奔，撞翻了一辆3轮车？一位戴着眼镜的男人拿着手机盯着林不言。这你们都知道。林不言有些不好意思的挠
挠了挠头。那个男子十分的兴奋，黄书记，你看，林先生的好人好事都被人传到网上了。黄子康接过手机，林不言也凑了上去。好家伙，自己开着大奔把失控的3轮车撞翻在地的时候，竟然都被人录了下来，还发到了网上。小小的短视频，点赞数量竟然都有40多万了，而且这还是视频发出来才几个小时。评论区那更有意思了，活该这人开奔驰，哎，就是人家下车了以后看都没看自己车有啥毛病。对啊，有钱长得帅，重点是心地善良，这真是我妥妥的理想老公啊！走开，哪有你的事？这是我的老公。这林不言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怎么办？林先生现在全网都在找最帅的奔驰车主，哈哈哈哈！这件事我希望可以宣传一下，希望林先生不要拒绝，我代表政府给你颁发一张热心市民奖。黄子康十分的开心，这也行吧，反正不是因为这件事，我可能也不会来到这里。宣传就宣传，我铁定配合书记，很快就办理好了所有的手续。丁，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命运投资升级，宿主可以一次获取2条来自于未来的信息，切记不可将来自未来的消息透露给其他任何一个人。脑海里传来了命运投资的声音，林不言微微一笑，看来还挺不错。冯毅看到众人已经敲定好了各种事宜，他打开了大门，门外早已经站满了冯家村的村民。冯毅家门前本不算大的空地，此刻已经挤满了人。黄子康看了看林不言，林先生，给大家讲2句话吧，毕竟你为他们做了如此大的贡献，他们应该知道你，记住你。冯毅也附和道，同时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首先，我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的冯家村，来了以后看到了冯家村的现状，我心有不忍。林不言说着，看着门外一张张淳朴的脸，有句话说得好，当你有能力了，一定不要去忘记帮助别人。一个人的快乐，那就会变成一群人甚至一帮人的快乐。我林不言看到冯屋老人家如此艰难的条件，还可以徒步走上几个小时去县里卖自己种植的果实，就为了给孙女买一些零食，这深深的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给冯家村捐一条农村公路，同时也会与政府一起合资给大家改造一下现有的生活环境，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出路，生活能够过得更好。说到这，门外的许多村民早已热泪盈眶，财政预算不足，他们没有抱怨，仍然面对生活。天气恶劣影响收成，他们仍然没有抱怨，积极向上。但是此刻的他们绷不住了，乡亲们，同时我也决定给村里新建一座小学，资金我个人单独出，再苦不能苦了孩子们，也不能寒了老师的心。我希望冯家村经过了改造以后，能够成为灵山县的一张名片，一块招牌，希望大家生活也会更加的红火。谢谢。说完，林不言深深的鞠了一躬，鸦雀无声。然后第一个村民缓缓跪下，随后第2个、第3个，一直到最后，大家都跪在了地上。快起来！这阵仗把林不言整得有些不会了。一同懵逼的还有黄子康等人。村子，你快让他们起来！林不言有些着急。谁知道冯毅也跪了下去。林先生，请接受我们冯家村村民最衷心的祝福吧。这林不言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不敢看。就在林不言准备离开的时候，村口已经站满了村民，大家手里都拿得满满当当的，安静的站在一边。林先生，这是大伙给你准备的一些礼物，都是自己家里种的荔枝，还有一些土特产，不贵，但是也是大伙们的一点心意，还请林先生不要推辞。林不言无奈，只好打开了自己车子的后备箱，一会儿时间不到就装满了。林不言又打开了后座，很快也装满了。黄子康他们也收到了许多的农活，但是显然没有林不言这里热闹。林先生，你跟着我们一起回去吧，明天关于你救老人这件事，我们会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然后再给你颁发一个热心市民奖。好。林不言乖乖的开着车跟在大部队的身后，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喂儿子。我媳妇不对，你媳妇已经接到我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张韵十分兴奋的声音，这小姑娘真不错，啥都给我安排好了，果然你这眼光随你妈，这小姑娘真不错。林不言有些无语，看起来柳如烟这是用了心思的。行，那你就好好待着，我明天办完了事情我就回来了，你回不回来不重要。没事，如烟这姑娘不错，她要带我出去光了，就不跟你讲了。啪的一声，电话就被挂断了。这自己的亲儿子竟然还比不上刚见面没有多久的小姑娘，真的是哎。林不言有些无奈。灵山县政府记者招待会，经过了昨晚的沟通，黄子康还是说服了林不言，这次好事办到底，在发布会上公布2件事。好，大家安静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这场发布会我亲自来主持。下面我要宣布2件事。第一件事，昨天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开着大奔撞翻3轮车的主角，我们已经请到了现场。说到这，台下的记者沸腾了，这必须得趁着热度上头条啊，这一出必定火。第2件事，那就是咱们灵山县昨天收到了以私人名义捐款最大的一笔，金额高达1亿元。说到这，台下的记者嘴巴都张得大大的，什么鬼？1个亿还是私人？这也太厉害了吧！黄子康看到台下记者的样子，那接下来就请热心市民奖获得者私人捐助1个亿给咱们灵山县的杰出青年。林不言上台，说完，会场鸦雀无声。林不言一脸娇羞地从后台走上前，朝着各位领导还有台下的记者们打了个招呼。这场发布会的时间不长，黄子康这边派人制作了一块捐款1个亿的纸牌给林不言，然后一起合照，也按照他说的那般给林不言颁发了一个热心市民的奖状。这一趟的收获颇丰，林不言还是十分满意的。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他好像又成为了新闻的焦点。林氏集团破产少爷竟然捐款1个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被踢出家族的破产少爷怒捐1个亿证明自己。号外，林不言给贫困地区捐款1个亿，昔日破产少爷如今获得热心市民奖。新闻的发酵是十分的迅速的。白雪看着这不断刷新出来的新闻，他感觉自己的血压一个劲的升高，出手就是1个亿的捐献。这家伙难道真的有10几个亿的资产？他越想越后悔，该用个什么办法重新回到林不言的身边呢？10几个亿够的了。阿姨，你看不言多出息。柳如烟拿着手机打开了有关于林不言的新闻，递给了张韵。这一捐款就是1个亿，不言他真的赚了这么多的钱吗？张韵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柳如烟点了点头，不言他前几天做空国际原油的期货，赚了很多的钱。他对你说的都是真的，他不仅会赚钱，而且还善良有担当。说到这，柳如烟脸色微红，有些不好意思。那你们俩打算啥时候结婚啊？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干，我想抱孙子了。张韵打趣着说道。哎呀，阿姨还早着呢，说这些干什么？柳如烟的脸通红，撒点走打个鸡蛋应该都能炒盘菜了。大哥，林不言这小子恐怕真的赚了11个亿了。你看看新闻，他给云城的一个贫困县的小村子捐了1个亿，如果他没有钱，他怎么可能出手如此阔绰？林俊十分着急拨通了自己大哥的电话，慌忙的说着，赚就赚了呗，他都已经把公司整破产了，老头子都给他气得半死，对我们已经毫无威胁了。林毅不以为然的说着，最重要的是，现在林不言他妈都被赶出了林家，跑到云城投奔他儿子去了，你说你还怕
怕什么？可是，林俊刚想说些什么，就被林毅给打断。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就好，给老四把坑挖好，咱们得加快速度了，毕竟老头子身体越来越差，我等不及了。林毅打断了林俊的话。好，大哥我知道了，现在坑已经挖好了，就差一个合适的时机了。林毅十分满意的挂断了电话。林氏集团的4强争霸赛，说白了其实就是3家之间的争夺。林毅和林俊是同父同母的兄弟，现在林不言把公司都经营破产了，提前退出了，所以现在只剩下林家的老四林姐了。只是一个人哪里比得过2个人的力量？自从林不言的公司破产了以后，林姐感觉自己公司的业务越来越难，营收越来越低，已经陷入了发展的瓶颈。1年了，现在利润不过几百万，3人之中最后1名，如果不寻求突破，自己肯定会被 pass 掉。云城，林不言处理完了所有的事情以后，回到了酒店。他粗略的算了一下，给自己的老妈赚了1个亿，还账以及扣除手续费一共5000万左右。同时按照命运投资的要求也捐款了1个亿，然后还要拿出来1个亿出来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这样算下来，林不言的身价还剩下8个亿左右。不行，这点钱不够，老头子竟然能够做出来把自己老婆给赶出家门这种事情，林不言是不能原谅的。他要赚钱，赚足够多的钱，他要超过林氏集团。林不言悄咪咪的回到了酒店，并没有跟任何人说，因为他决定了，他要第2次转动命运投资。拿出了命运投资，仔细的看了看，好像有些变化，好像又没有什么变化。犹豫了一会儿，林不言还是转动了命运投资。投资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都带起了一阵阵的微风。2-3分钟后，投资停止了转动。林不言凑上前去一看，16点，疆域无人机公司正在寻求融资，目前市值12亿，6年以后公司市值将会达到800亿，成为行业龙头。这一丝是让自己去投资疆域无人机这个公司。林不言突然想起来，自己之前的科技公司有一块业务其实也能够可以和无人机公司进行合作的，可惜自己公司破产了。命运投资说可以获取2条信息，那么意思是应该还可以转动1次。林不言已经决定了，疆域无人机公司他肯定是投资的，毕竟6年几10倍的回报，那是相当可观的。林不言再次转动起了命运投资，这次是一个3点。3天后晚上7点，南海市会有一场赌石会展，3号展厅的68号原石估价4000万，最终价值会达到13亿，成为当晚的狮王。我的天啊，这4000万变成13个亿，这还是只需要3天而已。林不言赶紧将信息都记录了下来，这波如果猜中了，那么自己的资产差不多会有20个亿左右，那样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但是时间毕竟还早，林不言以后也不可能总是只用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去做事情。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成立一家投资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不言投资有限公司。想到这，林不言犯起了难，他啥也不懂，而且还缺人。突然，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吕岩。这个人就是他整破产公司的那个财务总监，毕业于美丽国最顶尖的大学，是个海归派，也是个实干派。只是可惜了，第一家公司就碰到了林不言这么不靠谱的老板。想到这，林不言兴高采烈的拿起手机给吕岩发了一条微信，结果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好家伙，公司破产了你就把钱老板的微信给删掉了，看我不治治你！林不言翻看起了通讯录，这小子既然能够把自己的微信给拉黑，那么肯定也会把自己之前的工作手机号拉黑掉。但是这是问题吗？这不是问题，因为双卡双待我的最爱。林不言用自己平时的私人号码拨通了吕岩的号码，嘟嘟嘟，很快电话被接通。喂，哪位？吕岩懒散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这让林不言有些开心。他捏着嗓子，是吕岩吗？我是秦始皇，微信转账300块，等我回咸安上位，我把天下分给你一半。这小子脾气还挺大。林不言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你烦不烦？你是秦始皇是吧？老子是玉皇大帝呢，你信不信我让阎王爷给你把阴寿全化了？吕岩十分暴躁的说着，毕竟自己刚从国外学成而归，刚想一展身手就碰到了一个啥也不想干啥也不会干的佛系老板，这就已经够让他难受的了。结果公司破产了，从总部来了新的管理人以后，吕岩还以为自己会出现转机，能够有机会大展身手，结果人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公司的高层全部都遣散了。这不，吕岩只好学着林不言的样子打包好了自己的东西滚回了家，想安安静静的思考下人生都不行，都能碰到如此这般低智商的骗子。吕岩这次彻底崩溃了。吕岩的这番话说完，林不言没忍住笑出了声。等等，这个笑声，这个声音怎么如此的熟悉又陌生？我靠，难不成是林不言？吕岩蹭的一下就坐了起来。你这小子，公司破产了就破产了，你把你前老板拉黑了干什么玩意？林不言打趣着说道。他有一种感觉，他感觉吕岩肯定也混得不好。吕岩咬着牙 ，MD 公司咋破产的你不知道吗？还好意思过来问我？但是林不言主动过来找自己，说明可能有事情需要自己。是好是坏，目前他还不知道，所以吕岩没敢在嘴上问候林不言。哦，原来是林老板啊！我说我手滑了，你信吗？吕岩有些尴尬的说着。手滑？我信你个鬼！年纪轻轻又没怕金森，林不言才不信这鬼话。行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这次我要开个公司，想请你过来帮忙。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忙的话，就过来吧。开公司？吕岩瞪大了眼睛，随后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不，算了，林总还是另请高明吧，我这工作能力胜任不了工作。林不言冷笑了一声，不来那肯定是不知道我给多少，准备弄一个投资公司，注册资本3个亿，你跟原来一样，担任公司的财务总监，赚不赚钱不重要，但是我要给你一个任务，那就是帮我把公司组建起来，年薪600万，提成另算。嘿嘿，这条件不心动，林不言才不相信。我靠！吕岩此刻感觉他自己的呼吸都有些急促。林总，你认真的？你现在在不在云城？在的话，老地方10点见。好，我准时到。随后林不言就挂断了电话。没过一会儿，就看到手里微信发来了一条消息，是吕岩发的。这一刻，林不言竟然有些开心，原来征服一个男人只需要600万的年薪。时间尚早，林不言拨通了张韵的号码。妈，你在哪呢？我回来了，在酒店呢。林不言寻思着，再忙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母亲对吧？我在外面玩呢，别打扰我，你自己玩去。滴滴滴滴的忙音传来，林不言有些搞不懂，柳如烟到底给张韵灌了什么星号糖？现在儿子也不要了，罢了。喂，吕岩啊，现在老地方，我等你。说完，林不言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开车前往静心茶楼。这家茶楼的老板十分的神秘，没有人能够打听到消息。茶楼挺大，但是装修如同茶楼的名字一般，十分的典雅朴素。林不言喜欢喝茶，所以在他大学的时候就十分的钟爱这家茶楼。吕岩不喜欢喝茶，但是没办法，每次有事林不言总是约在这里。每次林不言喝茶，吕岩就喝白开水，主要是白开水也收费，还挺贵，一杯18块。美其名曰不谈钱，只谈缘，一壶龙井，一杯白开水。林不言对着服务员吩咐道：“毕竟是茶。”
常客，服务员也挺懂。林不言径直走向了自己经常使用的包间，想都没想，直接推开了门。但是好家伙，里面一个男人跟一个身材十分优秀的美女正靠在一起，你侬我侬的。突然被人推开了门，美女竟然还尖叫了一声：“你是谁？怎么门都不敲？”还好没干啥，吓死老娘了。美女回过头，气呼呼的朝着林不言说着，额头都出汗了。男人身材比较胖，大腹便便那种，一脸暴发户的长相，凶神恶煞的，气氛都烘托了半天了。突然就被眼前这个不长眼的小子闯进来就给打过，这下又得绞尽脑汁整半天。想到这，男人就头疼。不过也是，林不言哪里能想到，想干点羞羞的事情或者约会，为什么要来茶楼？来茶楼就算了，还 TM 来这个名字特别佛性的茶楼。这个大哥对不起啊，林不言不想惹事，因为他不会打架。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人，因为我最常用这个包厢。对不起，对不起。林不言不停的道歉。你过来，道歉隔这么远，没有诚信。男人有些不开心。服务员呢？这就是你们说的高档茶楼，随便来个人就把门打开了。林不言硬着头皮走上前，哎，你是不是网上的那个叫什么不什么的？美女看着逐渐朝自己这边走过来的林不言，突然冒出了这句话。她麻利的掏出了手机，打开了短视频，找了一番，越看越像。你是林不言。林不言愣住了，咋回事？我火了。东哥，他是林不言啊，就是你评论的那个活该他开奔驰的那个视频。男人也傻了，这太巧了。